一位熟悉更衣室情況的知情人士說，球員們其實早有預感，這場解雇已經醞釀了數日。雖然曼聯官方堅持說阿莫林的下課並非是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是因為球隊戰績太差，缺乏進展，缺乏戰術革新。他當時喊道：“喂，維尼修斯，快上啊！拜托，逼搶啊！就在那兒，壓上去，不要停下來，給我壓上去逼搶，快，就一次上！”喊話的同時，阿隆索還伴有非常明顯的手勢。而大約10分鐘之後，他就做出換人決定。朋友們，咱們先預測明天的比赛：西汉姆联对諾丁漢森林。老 K 看好森林不敗，而意甲方面分別看好客队羅馬和尤文圖斯不敗。本周六晚北京時間7點左右，老 K 想做一次直播，看看效果，主要是回答大家的提問。大家未來這幾天就可以在評論區提出各種問題，老 K 也會統一做答復。也希望周六晚上北京時間的7點，大家可以來捧場老 K 的直播，謝謝。這幾天歐洲足壇的動靜太大了，阿莫林也被炒掉了，斯洛特也帥位不穩，還有維尼修斯據說要被切爾西買去。那咱們馬上開始，感謝大家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謝謝你的評論、熱推、分享和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朋友們，老 K 難得的缺席一天，結果就發生這麼大的事兒，阿莫林居然被解雇。那麼老 K 先談自己的觀點，隨後再將整個事情的脈絡梳理一下。首先，阿莫林下課，老 K 是支持的，因為他的勝率太低，39.68%，後福格森時代從來沒有這麼差的主帥。不過確實也讓人意外，原因有2個。第一是小老板拉爵也表態過，要給阿莫林3年的時間來證明自己，到時候再看他到底行不行。第二就是曼联最近其實並不是他的最低谷，不過这樣的解雇也合情合理，因为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再給他2年的時間也是浪費。阿莫林現在能把曼聯帶到第4、第5就已經阿彌陀佛，未來就算讓他執教3年、5年，想讓他帶領曼聯爭奪歐冠或者是聯賽冠軍，那是痴人說夢，我們都看出來了。所以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什麼3後衛和4後衛的爭論，還是管理層思考再三，已經對阿莫林失去了基本的信心。而且不是現在，因為幾個月前老 K 就已經失去信心了。但是過去曼聯的混亂就在於不斷的炒教練，換帥太頻繁就難以得到一個穩定的生態結構。就像這幾年的切爾西，其實投入很大，陣容一直很強。不過這一次馬雷斯卡又被炒，所以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切爾西才能拿到聯賽冠軍。那麼咱們先站在管理層的角度考慮，本賽季打了一半，這個換帥時機其實剛剛好。如果早1個月換帥顯得太匆忙，而再晚1個月，這個賽季甚至下個賽季也就徹底廢掉了。不過值得玩味的是，所謂曼聯高層其實也是幾層勢力，比如大股東格雷澤家族，他們雖然授權拉特克里夫爵士管理球隊，但仍然掌握整體權力。這一次阿莫林被炒，他們也參與其中。解雇阿莫林的決定就是曼聯高層在格雷澤家族的配合下做出的，而拉特克里夫爵士及他下面的幾位高管，這個關係就更加敏感而複雜，而且未來曼聯如果成績還沒有起色，必定會有人背鍋下課。舉個例子，24年10月是誰主張讓阿莫林上任？那是 CEO 貝拉達。貝拉達當時認為，憑借阿莫林2次奪得葡萄牙超級聯賽冠軍的履歷，還有他的個人魅力，是非常適合曼聯。況且當時曼城很想讓阿莫林去接班瓜迪奧拉，當時的這位葡萄牙少帥可謂是全球最熱，風光無兩。不過當時的曼聯體育總監阿什沃斯就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應該任命有執教英超球隊經驗的候選人，警告憑曼聯現有的陣容很難實現阿莫林的新陣型。而這裡咱們必須要理清楚阿什沃斯和威爾考克斯的關係。威爾考克斯是24年4月入職曼聯，擔任技術總監，而3個月後24年的7月，阿什沃斯出任曼聯體育總監，但是5個月後12月就離職了，任期只有5個月。在阿什沃斯離職以後，威爾考克斯實際履行了體育總監的職責。25年6月正式升任足球總監。所以這裡咱們理一理啊，阿什沃斯在曼聯當體育總監的時候，技術總監維爾考克斯是在他管理之下，只協助推進像引援、青訓等等競技方面的事務。當時阿什沃斯是領導，2個人曾經共同參與曼聯的競技方面的決策，包括滕哈格的去留、新帥的選拔，還有引援規劃等等關鍵事務。不過這2人在理念和執行上當時就存在分歧。那麼關於阿莫林執教曼聯，威爾考克斯當時也表達過擔憂，認為3後衛陣型是否適合曼聯，是否適合英超，這是個疑問。不過威爾考克斯很會做人，當看到首席執行官 CEO 布拉達支持阿莫林，那他也最終認可了阿莫林的選擇。
可是阿什沃斯不同啊，阿什沃斯最终是因为和 CEO 贝拉达等管理层所谓缺少化学反应，在转会戰略等等方面都有分歧，所以只當了5個月的體育總監，阿什沃斯便被曼聯炒掉了。隨後維爾考克斯就接替了他的核心職責，成為曼聯競技層面的核心決策者之一。在阿什沃斯離職以後，曼聯一度不再設立體育總監，是由維爾考克斯以技術總監的身份主導競技工作。後來維爾考克斯正式升任足球總監，這也體現了管理層對他能力的認可以及權力的集中。但是咱們不妨揣測一下，維爾考克斯也許情商更高一點，堅持自己競技方面的專業意見，該堅持堅持。但是看到 CEO 貝拉達已經表態，那麼該妥協妥協，因為 CEO 貝拉達選擇阿莫林更多的是代表了拉爵爺小老板的意見。現在這件事從頭看來，還是阿什沃斯說對了，阿莫林及其3後衛陣型根本就不適合曼聯，也不適合英超。隨後阿莫林在曼聯來了之後，經常有一些情緒化發言，在這種時候，拉爵爺、貝拉達和威爾考克斯仍然支持他，而因為阿什沃斯已經被解職，所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後面的事也就跟他沒有關係了。但有一點，拉爵爺非常喜歡對曼聯的球隊事務表達自己的意見，應該是最近這種意見越來越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關於3後衛和4後衛的分歧。那麼可以想見 CEO 貝拉達還有總監維爾考克斯一定是站在老板這邊，所以在阿莫林看來，這種所謂溝通已經變成了高層對自己的干預。不過必須指出，站在阿莫林的角度考慮，這家伙的情商也是非常高。也就最近對高層發了一次火，大家才知道曼聯一開始答應他的是要當 manager， 不是 coach。可在此之前，我們從來沒有聽過他有絲毫抱怨。在曼聯執教這麼久，領導關係這一塊，基本上阿莫林就是拍馬屁，對領導各種讚美，從來沒有過怨言。但現在僅僅執教14個月便離任，而且是以非常不愉快的方式結束，這就對拉爵爺管理曼聯的方式和能力提出了重大質疑。因為掌握正確答案的阿什沃斯也是被趕走，拉爵爺帶着手下選的阿莫林最後也被證明是失敗。那麼具體來說，阿莫林最後認為他自己應該掌控俱樂部自身職責範圍內的事兒，比如比賽怎麼選人，而其他的事兒可以由足球總監維爾考克斯負責。不過可以想見，由於戰績遲遲沒有好轉，戰術風格上的摩擦是越來越大。維爾考克斯曾經最近和阿莫林就陣型和戰術進行討論，兩人過去關係很好，可阿莫林最近的言辭語氣已經顯示出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老 K 盲猜，這不是阿莫林和維爾考克斯的關係，更多的還是拉爵爺對阿莫林的態度。維爾考克斯這種風吹牆頭兩邊倒，他的語氣變化更多體現的是上層的意志的變化。那麼據媒體消息，阿莫林的合同中沒有以較低的金額提前解約的條款，所以曼聯解僱他必須全額支付剩下的合同金額。阿莫林的合同原定是2027年到期，並附帶續約1年選項。當時為了從葡萄牙體育引進他，曼聯就已經支付了1100萬歐元，而他在曼聯的薪水是700萬到800萬歐元。現在距離合同到期日期還有18個月，也就是說阿莫林的剩餘工資1200萬必須付全款。這也就導致曼聯在阿莫林身上共計花費了2735萬英鎊，950萬英鎊作為賠償金支付給了葡萄牙體育，780萬英鎊是現在已經從合同中阿莫林賺取的薪水，還有1005萬英鎊是曼聯即將支付的補償金。普通的球迷很容易看到這些關於解僱主帥要付的費用，還有球員方面浪費的錢，就總覺得不值，覺得一些幾十年的基層員工被裁掉，基地的餐廳飯也被減配，辦公用品的膠帶都要少買，節約那些錢還不夠付這些解約金的零頭呢。不過這裡必須指出，像曼聯這樣的豪門俱樂部，小錢可以省，但是在引進球員上的浪費和解僱主帥上的浪費，這個錢是省不了的。好，咱們繼續講，站在阿莫林的角度，其實現在曼聯的進攻機會是全英超最多的，只是不能進球，不能靠進球帶來源源不斷的3分。所以阿莫林也有話說的，他認為自己沒有得到俱樂部高層的支持。最重要是現在東窗阿莫林希望簽下一名擁有英超經驗的中鋒，具體來說就是曼聯長期關注的馬特塔。這個事情就確實很難分清責任了。不過有一點，今年英超各豪門買了那麼多年輕的中鋒，就感覺沒有一個好用的。唯一就利物浦花了6900萬英鎊從法蘭克福買的埃基蒂克還稍微好點。所以阿莫林最後的表態很明顯，也是為了自己未來的職業足球生涯。曼聯這裡待不住沒問題，但是必須要保住自己的名聲。像曼聯本賽季的幾個引援姆波莫、庫尼亞、拉門斯，這都跟阿莫林有關係。不過門將方面，好像阿莫林更想要的是大馬丁內斯和錢多多。其實說真的，如果大馬丁內斯和多納魯馬來了曼聯，說不定現在曼聯成績應該會更好。
而最關鍵的還是中鋒謝石科的引援。夏天阿莫林想要的沃特金斯和馬特塔，結果一個沒來。謝石科是誰買的呢？哈哈，招募主管維维爾。曼聯現在的引援基本都是高層操作，主教練沒有話語權。看看謝石科來了曼聯，在最應該進球的中鋒位置進了幾個球，身價卻比姆波莫和庫尼亞還要貴。上賽季謝石科在德甲也就只有13個進球。要知道，當年來切爾西的水貨維爾納在德甲可是進了20多個球的呀。這個維維爾過去是切爾西的前總監，是屬於紅牛體系，在切爾西也塞了個恩昆庫。謝石科的引援就是前紅牛總監切爾西的引援主管維维爾提的，維爾考克斯拍的板。所以如果講道理，曼聯本賽季就是進不了球的問題，就是謝石科這裡出了問題。但在創造機會方面，主教練阿莫林和曼聯沒什麼問題，創造出來機會中鋒把握不住。說真的，真正責任還是在中鋒引援，真正應該背鍋的還是拉爵爺及他幾個手下。當然，現在說這些已經沒有用了，只是從很客觀的角度把道理理清楚。而另一方面看，不管怎麼樣吧，球隊成績不好，主教練永遠都是第一背鍋俠，這個天經地義，也絕對沒有問題。那麼這次阿莫林下課，前曼聯前鋒，現在切爾西的邊鋒加納喬對這個帖子進行了點讚。雖然加納喬隨後馬上又取消了點讚，但這個舉動已經留下了短暫痕跡。哈哈，加納喬也是挺聰明的，還好他沒有點讚切爾西馬雷斯卡下課的帖子。炸彈小分隊對阿莫林不滿值得理解，但更衣室其實大多數曼聯球員對阿莫林被解雇的決定感到不滿，不滿的矛頭指向了董事會和管理層。因為阿莫林在曼聯队內是深受球員爱戴，得到了絕大多數隊員的支持。周一的清晨，曼聯球員們得知了阿莫林離任的消息。一位熟悉更衣室情況的知情人士說，球員們其實早有預感，這場解雇已經醞釀了數日。雖然曼聯官方堅持說阿莫林的下課並非是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是因為球隊戰績太差，缺乏進展，缺乏戰術革新。但外界在看到周日對陣利茲联的賽後發布會上，葡萄牙教練阿莫林公開叫板俱樂部的高层，就已經猜到他最終會淪為球隊成績不佳的替罪羊。所以不少曼联球員都在周一通過社交媒體向阿莫林表達感激之情，包括多爾古、謝石科。雖然阿莫林曾經對兩人的表現提出批評，而這種批評正是阿莫林被解雇的原因之一。老 K 看到這兒也不禁笑了出來。批評多爾古，老 K 是最猛的。不過最近幾場多爾古已經逐漸找到狀態，但謝石科到现在，難道就不該批評嗎？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多爾古和謝石科是俱樂部高層和總監維爾考克斯牽頭引進的球員。當然，這兩筆引援也得到了當時蜜月期阿莫林的認可。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曼聯做出解雇的決定，並沒有徵詢過球員們的意見，這跟曼聯以往解雇主教練的流程有所不同。那麼現在，多爾古、謝石科、達洛特、馬奎爾、德里赫特、阿馬德、姆波莫、芒特、逼費還有齊爾克澤都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文向他致謝。要知道2018年穆里尼奧被解雇的時候，僅有4名曼联球員公開表達了感謝。現在曼聯的教鞭交到了弗萊徹手裡，弗萊徹被任命為臨時主教練。下一場比賽就是周4對陣伯恩利。好在阿莫林被解雇以後心情還是不錯，最近被拍到就在他被宣布解雇幾小時後，妻子陪伴着他離開了位於柴郡的住所。雖然失去了在曼聯的工作，但夫妻2人在雪中看起來心情非常愉快。這就讓人想起了過去巴薩解雇巴爾韋德時，巴爾韋德離開巴薩也是滿面笑容。其實有一說一，在進攻的調教方面，阿莫林是真有東西。現在曼聯的進攻確實很流暢，只是說中鋒不能進球，而且3後衛的配置太差，再加上後腰只有一個卡塞米羅。曼聯但凡有個真正世界級的中鋒，再來一個世界級的後腰，再來2個好的中後衛，曼聯的成績進前3、前4絕對沒有問題。所以還是挺可惜的，這一年來阿莫林和曼聯都有進步，特別是定位球是真有東西。以前的曼聯角球任意球基本上進不了，今年就強多了。所以本身在今年冬窗如果引援之後有機會打出漂亮足球、美麗足球，卻在這麼一個非常意外的時刻，曼聯又得推倒重來。數據方面，本賽季曼聯的射門次數、射正次數還有打橫梁的次數都是英超第一。這個賽季就是因為謝石科，就是因為真的缺終結能力。那麼現在達倫·弗萊徹成為曼聯的臨時主教練，這也使得過去和 C 羅做過隊友的曼聯主教練增加到了第6位。他們分別是吉格斯、索爾斯克亞、卡里克、范尼、阿莫林和達倫·弗萊徹。是的，你沒有看錯，阿莫林和 C 羅過去也是隊友。也許有的曼聯球迷還抱有幻想，希望弗萊徹打出過去索爾斯克亞的成績。特別今天也有媒體報道說，弗萊徹的戰術理念
和维爾考克斯很合。弗莱彻偏爱4-3-3陣型，這也使得梅努有望成為弗萊徹上任後的最大贏家。另外，關於弗萊徹，老 K 倒是有一個槽點，就是他2個兒子實在是水平太差了。但據說弗萊徹在執教青訓隊時，從來不直接執教自己的2個兒子。如今大家都很好奇，周3對伯恩利的比賽，他2個兒子會不會選入替補名單呢？去年夏天，曼聯的總監維爾考克斯力主任命弗萊徹為 U18 主帥，而他帶領的 U18 梯隊現在在英超 U18 聯賽中排名第2，僅次於同城死敵曼城。球隊採用的戰術正是維爾考克斯非常青睞的4-3-3陣型，1名防守型中場居中，2側配備2名能攻善守的8號位球員。這個4-3-3陣型如果在曼聯未來使用，那麼科比梅努就會成為最大贏家。除此之外，弗萊徹還非常喜歡使用前腰或者偽9號，甚至由內切型邊鋒組成的靈活3叉戟戰術。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賽季早些時候，弗萊徹參加曼聯傳奇隊對陣凱爾特人傳奇隊的一場比賽，可在比賽中膝蓋軟骨受傷，接受了手術，但手術後僅僅休息了24小時就回到訓練基地，又投入工作。最近這幾周，由於曼聯 U21 梯隊的助理教練艾倫奈特因為個人事務請假，所以弗萊徹還參與了曼聯 U21 梯隊的執教，成為 U21 的一位兼職助理教練。那麼周3晚上的客場比賽 ，U21 的主教練賓寧恩很可能會進入弗萊徹的一線隊教練組，坐在替補席上。有意思的是，弗萊徹帶的 U18 梯隊本賽季在聯賽中防守表現非常出色，14場比賽僅丟了11個球，是同級別聯賽中丟球最少的球隊。所以這個主教練不會為了追求觀賞性而盲目進攻。另外，過去這一天，在曼聯前球員的群裡面，各種祝福和祝賀弗萊徹的消息接踵而至。老隊友們都見識過弗萊徹在效力曼聯時期的頑強和毅力。他為曼聯曾經出場過342場比賽。過去執教曼聯就是他的終極夢想。2019年的一次採訪中，弗萊徹就談到了這一點。當時他的回答斬釘截鐵，說自己的終極夢想就是成為曼聯主教練。他說：“這對我來說就是巔峰，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沒有什麼比這更偉大。我必須親身去經歷，去嘗試。我覺得自己能勝任這份工作。當你投身執教得到機會的時候，永遠不可能做到100%準備就緒。但我希望自己能盡可能的做好準備。我熱愛足球，熱愛與足球相關的一切。我就像一塊海綿，渴望吸收盡可能多的知識。足球在不斷發展，人也在不斷變化，你必須緊跟時代潮流。”同時也要堅守那些傳統的足球價值觀。那麼今天曼聯的 CEO 貝拉達接受採訪時候說，曼聯現在不需要一位教練，而是需要一個靠譜的人。球員們需要重新找回進攻的自由度，踢出曼聯的風格，而達倫·弗萊徹會賦予他們這樣的權利。所以在曼聯內部，特別是高層早已看出來，弗萊徹是一個紅魔忠魂，還有他過人的職業素養和人際交往能力。管理層早就看出來他能夠管理更衣室。一位內部人士說，弗萊徹待人一視同仁，這是他最大的優點之一。他堅信努力拼搏的價值。毫無疑問，現在他對2個兒子的期待會更高，而且他在工作人員中非常受歡迎。上個賽季，弗萊徹就是連接曼聯青訓學院和一線隊的關鍵人物。在管理層的會議中，阿莫林，尤其是足球總監維爾考克斯都會聽取他的意見，判斷哪些青訓球員有能力升入一線隊參與訓練和比賽。但在上賽季末，弗萊徹從一線隊教練組離任，接受了職業生涯中第一份主教練職位，執掌曼聯 U18 梯隊。曼聯內部許多人認為他的離開對一線隊是巨大的損失，因為他對曼聯足球 DNA 的理解是阿莫林团隊無法比擬的。有意思的是，過去這段時間在針對青訓學院是否需要復刻一線隊阿莫林的陣型和戰術風格，俱樂部也曾經徵求過弗萊徹的意見。他和維爾考克斯、阿莫林以及前青訓主管尼克考克斯一致認為這個沒有必要，青訓梯隊將繼續沿用4-3-3陣型。那麼有內部人士說，弗萊徹的訓練課內容很詳盡，完全複刻一線隊的訓練環境。他訓練的時候一絲不苟，因為他深深知道要在曼聯立足就需要達到怎樣的高度。球員們也經常向他請教那些關於傳奇隊友的故事，魯尼過去是怎麼樣的， C 羅又是怎麼樣的。弗萊徹之前說過，我們給球員們看了魯尼、C 羅和朴智星的老視頻，都是他們的反擊進球集錦，還有吉格斯和坎切爾斯基的片段，希望能讓他們感受一下曼聯的足球 DNA。 好的，弗萊徹目前只是临時，而曼联高層在任命俱樂部下一任主教練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曼联還沒有決定是立即任命新教練，還是等到夏天再做決定。候選人現在包括格拉斯纳、馬雷斯卡、布蘭科、哈維、波切蒂諾和齊達內。
弗萊徹接下來會先負責曼聯的2場比賽，同時高層會決定接下來的計劃。曼聯本賽季首要任務是確保進入前4名，獲得歐冠資格，這被認為是對缺乏經驗的弗萊徹來說過於苛刻的要求。關於格拉斯納，曼聯知道如果能與水晶宮隊達成協議，未來幾周內他們就可以任命格拉斯納。由於在水晶宮的出色表現，這位被視為主要的候選人之一。但唯一的問題是，格拉斯納管理像曼聯這樣的大俱樂部方面還缺乏經驗，存在顧慮。另外就是波切蒂諾甚至英格蘭的主教練圖赫爾。不過當然了，曼聯的高层知道要等到世界杯結束後才能吸引他們中的其中一位。波切蒂諾目前正負責帶領美國隊參加世界杯，圖赫爾則帶領英格蘭隊將征戰世界杯。那麼老 K 個人覺得，其實馬雷斯卡是個不錯的人選。至於布蘭科、哈維、波切蒂諾、齊達內，老 K 都不看好。如果膽子大，可以試試意大利科莫队的法布雷加斯。但關鍵的問題是，曼聯先要確保自己能打出馬雷斯卡或者瓜迪奧拉在曼城的那種足球風格。另外還有消息說，曼聯關於臨時主帥卡里克也是熱門人選之一，曼聯可能會任命他直到本賽季結束。另外就是在曼联執教過並且成績還不錯的索爾斯克亞，現在非常樂意再度接受帥位。而且索爾斯克亞完全不在乎合同期限的長短。後弗格森時代，索爾斯克亞確實是勝率最高的主教練。如果他回來，未來進入前4可能問題不大。但是老 K 總覺得他作為主教練的專業水平還是太差。離開曼聯之後也沒有能夠證明自己。如果要想奪得歐冠或者聯賽冠軍，請索爾斯克亞也是在浪費時間呀。包括其他的曼聯前球員大概都是這個路數。現在來自綠帽哥的消息，科比梅努已經撤回了先前提出的離隊申請，梅努將繼續留在曼聯按兵不動，先觀察俱樂部未來的規劃，再決定自己個人職業生涯的下一步。而水晶宮的主教練奧地利人格拉斯納已經表達了對曼聯帥位的興趣。由於他在水晶宮的合同將在本賽季末到期，所以他離開水晶宮並不出人意料。有意思的是，在阿莫林執教的63場比賽裡面，梅努僅僅首發過16場。他上一次在英超首發還是5月11日。而上賽季末，梅努和阿莫林在卡灵頓基地发生過非常激烈的爭吵，還有梅努的家人們也不喜歡阿莫林。上個月，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喬丹就在老特拉福德穿着放梅努自由吧這樣的 T 恤，表現得再清楚不過了。但梅努過去拒絕放棄自己的曼聯生涯，他或許有信心能夠熬走主教練。現在的結果也證明事實確實如此。剛才說了，大部分的曼聯球員對阿莫林還是比較惋惜的。不過曼聯管理層還沒有放棄操控媒體，在最後黑他一把。各種通稿，例如曼聯跟队記者就說，熟悉更衣室的人透露，阿莫林面对媒體的時候魅力十足，是他唯一的強項。曼聯內部人士還說，阿莫林在私下會面的時候曾經承諾會做出一些戰術調整，但現在高層對他最大的不滿就是從未在實際執教中兌現這個承諾。而英國《每日郵報》的主編發文說，阿莫林就是個江湖郎中，在任內毫無奪冠希望，所以没有人會懷念他。阿莫林是福克森爵士離任後曼聯的第10任主帥，他也是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一個。他有點像切爾西的馬雷斯卡，似乎高估了自己在曼聯權力架構中的地位。至少馬雷斯卡還拿過歐協聯和世俱杯的冠軍，阿莫林卻一無所獲，而且任內也絲毫看不到奪冠的希望。阿莫林注定不會被人懷念，他就是個虛有其表的騙子，一個能說會道卻毫無建樹的人。哈哈，不管怎麼說，阿莫林已經成為過去式了。下一次他想出現在豪門，出現在老 K 足球新聞的關注列表中，那還遙遙無期，3-5年都不一定能實現呢。可咱們綜藝連曼聯的流量又在2026年的一開始就拉到了最滿，這方面你不能不服氣。好的，繼續關注今天的重磅消息。維尼修斯方面，切爾西計劃用1.35億英鎊來引進他，而皇馬很可能會考慮出售維尼修斯，並用這一筆資金引進亞當沃頓。切爾西現在並不滿足要在未來幾天任命一位新的主教練，他們正在利用維尼修斯在皇馬的不開心，對維尼修斯展開追逐。而皇馬方面，由於和維尼修斯還沒有就續約達成一致，為了避免18個月後白白失去他，或許會考慮出售。現在這個消息發酵得很快，愈演愈烈，說切爾西正在評估一份1.5億歐元的報價。一旦這筆轉會交易最終成型，將成為歷史上第3昂貴的轉會，也會讓維尼修斯成為英超聯賽中身價最高的球員。最近在皇馬5-1大勝皇家貝蒂斯的比賽裡面，主帥阿隆索對維尼修斯在比賽中的逼搶強度表達了不滿，而且在場邊高聲要求維尼修斯要提升逼搶強度。當時是第67分鐘，比分為3-1。
阿隆索因為維尼修斯在防守時的投入程度而顯得情緒很激動，他當時喊道：“喂，維尼修斯，快上啊！拜託，逼搶啊！就在那兒，壓上去！不要停下來，給我壓上去逼搶！快，就一次上！”喊話的同時，阿隆索還伴有非常明顯的手勢。而大約10分鐘之後，他就做出換人決定，用居萊爾和馬斯坦托諾換下了維尼修斯和羅德里戈。不過換人的時候，維尼修斯和主教練相互致意，現場並沒有顯示出明顯的爭執跡象。而在對陣貝蒂斯的比賽進行期間，唇語專家捕捉到維尼修斯也向阿隆索表達了自己的不滿情緒。在聽到伯納烏球場看台上部分球迷發出的噓聲，以及和巴爾特拉的一次拼搶過後，節奏被打亂。維尼修斯認為自己皇馬隊友們的傳球沒有達到預期，隨即就在場邊向教練表達不滿。根據唇語解讀，維尼修斯在抱怨的時候還特別提到了之後上演帽子戲法成為全場最佳的貢薩洛加西亞。維尼說呀，這樣踢根本贏不了，隊友們必須多傳球才行。現在每個人都想着盤帶突破，結果最後被噓的人是我。讓貢薩洛加西亞也嘗試傳幾腳球吧，不用一直傳，偶爾傳一次也好啊。嘿嘿，有點意思。現在看來，維尼修斯是真有些留不住了。对了，最近德國拜仁的小將卡爾模仿了偶像梅西的慶祝動作，而且也模仿了維尼修斯的慶祝動作。而最近17歲的小將卡爾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出席球迷俱樂部的活動的時候，關於除了拜仁之外，是否還有夢想效力的俱樂部呢？卡爾回答說：“我希望這能成為我們之間的秘密。拜仁是一家非常偉大的俱樂部，在這裡踢球是一個夢想。但是無論如何，總有一天我絕對想去皇馬，那是我的夢想俱樂部，但是要保密，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哈哈，此言一出，誰給你保密啊？卡爾也是太年輕了，竟然覺得記者能夠保守秘密，這也太嫩了。於是乎，有許多拜仁球迷對卡爾進行了網暴。可是，在去年進球，他就模仿過維尼修斯的慶祝動作。但每個人都有夢想嘛。卡爾小時候就穿着皇馬的球衣去伯納烏球場照相，或許從那個時候就種下了兒皇夢的種子。最近馬特烏斯談到了這個言論，說呀，我覺得一個人17歲就充滿自信，這很棒。設定目標和傲慢完全無關，我覺得這很真誠，但並不自負或者也不傲慢。皇家馬德里就是有那種神秘感，拜仁慕尼黑的情況也類似。但人生中你總是想嘗試一些新鮮的事物，你不可能像托馬斯·穆勒那樣說我會一輩子都待在拜仁，這很特別。但歸根到底，每個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會有自己的目標。我覺得一切都很好，這表明小將卡爾雄心勃勃，並且對自己充滿信心。他知道自己必須在拜仁表現出色，才有可能進入皇家馬德里的視野。他並沒有說過未來2年內想為皇馬效力，那是他的夢想。夢想可以成真，但需要付出努力，拜仁也會因此受益的。如果卡爾真的變得足夠優秀，以至於皇馬願意和他談判，那麼他首先就需要在拜仁取得非凡的成就。我自己也曾經無比渴望為皇家馬德里效力。1990到91賽季，我榮膺世界足球先生。皇馬突然向我拋來了橄欖枝，我當時非常想去，但合同還沒有到期，這就是那次轉會最終未能成型的原因。皇馬和我達成了協議，但國際米蘭不願意高價放我走。好的，讓我們再看看巴塞羅那最新的 Here We Go 利雅得新月的後衛坎塞洛將再次租借加盟巴塞羅那。總監德克也是太厲害了，巧妇能為无米之炊，不花錢也總能把事兒辦成。這一次租借到今年6月，巴薩將向利雅得新月支付400萬歐元的租借費用。儘管此前國際米蘭已經和利雅得新月也達成了租借坎塞洛的協議，可是坎塞洛本人只想回歸巴薩，這個願望最終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另外有消息說，巴薩不考慮激活拉什福德的買斷條款，曼聯可能會召回他。巴薩過去的想法一直是在經濟條件合適的情況下壓住拉什福德，要麼降低轉會費，要麼延長租借期。可現在阿莫林走了，曼聯這邊堅決拒絕這些方案。在解雇阿莫林以後，大家都支持拉什福德回歸曼聯，所以除非巴薩支付4000萬歐元的買斷條款，而巴薩現在並不考慮支付這筆金額，這就有些白嫖的意思了。拉什福德在巴薩首發了17場，7個進球，9個助攻。現在他本人已經明確表示，正在努力訓練，只希望能夠繼續留在巴薩，這是他至今的唯一願望。根據巴薩跟隊記者的報道，不僅是坎塞洛，還包括弗拉霍維奇以及施洛特貝克都想加盟巴薩。目前因傷缺陣的弗拉霍維奇和尤文的合同將在今年6月到期，而施洛特貝克和多特蒙德的合同則簽到了2027年。由於雙方沒有談妥續約問題，所以他被認為很可能在今年夏天離隊。而另一方面，由於曼城的後衛接連受傷，
巴薩在今年冬窗引進阿克的可能性已經基本被排除。在上周日曼城對陣切爾西的比賽，格瓦迪奧爾和魯本迪亞斯均因傷提前離場。賽後瓜迪奧拉表示，兩個人的傷情目前看起來都不理想，所以曼城对阿克的放行空間已經幾乎不存在。而現在坎塞洛加盟巴塞羅那，主教練弗里克認為他可以整體加強防線的配置。隨着他的到來，邊後衛位置就實現了人員重疊，孔德和埃里克加西亞就可以回到中衛位置使用。坎塞洛可以胜任左右两侧的属性，也讓赫拉德马丁擺脫了左後衛替補的職責，可以專注於中衛角色。這個調整進一步提升了後防線的靈活性。同時，坎塞洛在頂級聯賽積累的經驗非常重要，此前又在巴薩效力過一個賽季，這也將有助於他更快地融入球隊。另一方面，巴塞羅那和國際米蘭正在爭奪哈伊杜克隊的18歲中後衛布拉尼米爾·姆拉切奇。現在國際米蘭的高層像馬洛塔等人對簽下這位克羅地亞的新星已經態度堅決，只是由於同樣面臨着來自巴塞羅那的競爭，所以這事兒還有變數。18歲的姆拉切奇身高1.92米，是一位非常好的中後衛。國際米蘭已經報價550萬歐元，計劃讓球員本賽季留在哈伊杜克。最近有幾名女子駕車在西班牙街頭遇到了皮克，他們於是一邊超車一邊搖下車窗，跟着車裡播放的夏奇拉歌曲放聲高唱，這也屬於貼臉開大了。好，曼城方面由於2個中後衛受傷，所以現在對格伊的興趣進一步升溫，就算在1月完成轉會也並非沒可能。而水晶宮方面為了避免在賽季結束的時候白白失去自己的隊長，也願意考慮在本月出售格伊。另外，曼城還緊急召回了外租到沃特福德的20歲中後衛阿萊恩。曼城對他在沃特福德的出場時間和成長的進步十分滿意，現在球隊非常需要他馳援。球員在租借沃特福德期間共出場17次，目前在德轉上的身價是80萬歐元。另外，巴塞羅那還在關注拜仁慕尼黑現有合同今年6月就要到期的格雷茨卡。現年30歲的他本賽季代表拜仁出場23次，13次首發。目前拜仁被認為不會向他提供新的合同。而除了巴薩之外，那不勒斯也對格雷茨卡非常感興趣。巴薩的主帥弗里克過去和格雷茨卡之間的關係非常好，這是一個有利因素。切爾西方面，主教練要來了。羅馬諾的消息，切爾西和羅塞尼爾的正式協議將在24小時內完成。法國方面已經在周二上午安排了新聞發布會，預計這將是41歲的羅塞尼爾的告別發布會。而據說切爾西的臨時主帥麥克法蘭將帶隊再打一場，繼續執教切爾西周3對富勒姆的比賽。那麼現在切爾西和曼聯已經換帥，下一個就是利物浦了。已經有傳聞說本周結束前利物浦可能就會解雇斯洛特，俱樂部已經啟動了新任主帥的評估工作，並將很快就下一任主教練做出決定。所以這一切怪誰呢？只能怪瓜迪奧拉。數據表明，自瓜迪奧拉2016年上任曼城以來，曼聯近8年更換了多位教練，但勝率始終未能突破60%。而這期間，切爾西和托特納姆熱刺換的主教練就更多了。利物浦還好，就2位；阿森納也還行，就4位。好的，這2天足壇太亂了，老 K 和朋友聚了一聚，也搞得頭腦有些混了。所以還是感謝大家的支持。這裡也預告一下，老 K 準備在周6北京晚上時間7點做一次直播，試試效果，主要是回答大家的各種提問。那麼感謝大家的支持，咱們明天再見。